嗨嗨，我是凯莉。端午连假4天，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呢？今天来说个有点温馨、有点可怕的鬼故事哦。那么故事开始哦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刚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，我的伴侣劈腿了，这使我的身心状态变得格外糟糕，每天以泪洗面，还越来越虚弱。我的朋友看不下去，就在一个周末把我直接拉上他的车子的副驾驶座。正准备想要问朋友说要带我去哪里的时候，他丢了一包卫生纸给我，并霸气地说，再哭我就真的会放弃你哦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又哭了起来。我们去宜兰兜风吧，我的朋友这样跟我说。这一路我并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，即使风景很美，朋友一直找话题带我去吃好料，我都没有打起精神。后来我们逛了一天下来后，也准备要回程了。因为我的身心状态不太好，导致今天一整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，所以呢，上车不久后，我也缓缓地进入了梦乡。不知道是否有人跟我一样，我在做梦的时候，即使梦里发生奇怪夸张的事情，都不会觉得讶异，也不会发现自己在做梦。要等到我醒来才会注意到自己做了一个多么荒唐的梦境。而这一次，我梦到我坐在我奶奶家的房间里，除了寝室会看见的用品以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，心情又开始不好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声音忽然从我的身后冒了出来。我回过头看，发现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女孩。她看起来有点圆润，是丰满可爱的类型。她看到我回过头，便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然后开心地喊了几声迷生姐姐，并像是小狗撒娇一般地扑进我的怀里。迷生是我现在常用的绰号，但我不认为眼前的这个女孩认识我，也应该不会知道这个绰号才对。她脸埋在我的胸前，蹭了几下后抬头问我能不能帮她化妆。我迟疑了一下，化妆？为什么会想要找我帮忙化妆呢？但是呢，她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，把脸又埋回我的胸口，继续撒娇。可不可以嘛？可不可以嘛？她就这样一直问我。我拗不过她，于是答应了下来。梳妆台上刚好有一组化妆品，我想了一下，便询问那个女生，我能用手指帮你上妆吗？没问题哦。那个女孩笑了笑回答我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就继续准备我的东西。后来我开始帮她上妆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她的左脸呢，是一般人皮肤的触感，有弹性的肌肤，些许的油脂，用手指触碰的时候感觉很正常。但是轮到她的右脸的时候，当我用手指触碰时，那个感觉就像是触摸烂掉的水果一般，外皮好好的，但是摸下去会凹陷，然后有一股软烂的感觉。我有点疑惑不过我只觉得也许是不同人的体质不一样，于是我继续的上妆。姐姐，你还在为感情落泪吗？我被他这一句话给震折到，我应该没有让太多人知道我失恋才对啊，即使有，那也不该传到这位陌生人的耳中吧。但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陌生人吗？不由得的怀疑那个女孩的身份。当我帮她上好妆后，成果我还是满意的，而她也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一阵夸赞，这使得我哭笑不得。正当我觉得该收工走人的时候，请不要为情伤所苦，不然很容易做出后悔的事情哦。她突然说了这句话，而这一句话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，因为情伤这种事情也不是说放就放的啊。或许她也知道没那么容易，也没有再多说了，只留下了我时间到了，谢谢你愿意帮我化妆，想想的。说完她就化成烟消失了，而我也从梦中惊醒。睁开眼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朋友从隧道开出去。啊，原来是做梦啊。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朋友忽然说了一句，刚才鬼打墙了，我开了快2个小时都开不出去，结果你一醒来我就看到出口了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我平常帮别人化妆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1-2个小时。这时候我发现我手机上有好几通未接来电，是我妈妈打给我的。
详细的内容大概就是我有一位年纪差很多岁的表妹，好几年没有见面，我对她的印象呢还停留在她幼稚园的时候，而她最近因为男友劈腿了，在情伤中想不开，从旧公寓的顶楼一跃而下，势头先落地，并且右脸严重的受损，当下直接走了。我听完妈妈跟我说的话之后，我沉默了。我身边的人其实大多都不知道我是变性人，我以前有男性的名字，而那个名字与身份目前也只有坐在驾驶座开车的朋友知道，也帮我保密着。而梦中的女孩一开始是叫着我现在的绰号，然后在离开的时候是叫着我以前的绰号。我低下头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滚了出来，想起了那位年纪跟我差了14岁的表妹，我的心非常的痛。以前我常常把她背在肩膀上，就这样在乡间田野里散步。我跟她说过很多故事，也答应会好好的保护她，但现在好像是她保护了我。真的谢谢你。今日份的故事已结束，大家还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不晓得大家有遇过亲人来托梦交代事情的吗？有的话不妨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哟。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礼拜六晚上8点半上片。一样，如果我被小凯莉绊住的话，上面时间异动会在社群通知哟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呢。嗨，我是凯莉，这里是凯莉速走走。今天来说个台南某大学在办完万圣节鬼屋活动后，居然发生了集体卡到阴的事件，以及呢，后续还有个人分享他姐姐的事情。大学在2015年的万圣节，学生会举办了校内鬼屋活动，就发生了集体中邪，还一整群人前往附近的大庙求助神明。那有一位灵性毕业生呢，是当年的工作人员之一，在鬼屋活动场备的时候啊，他说他们有请师傅到场评估，也有被严重的警告说不能开大礼堂的4楼，不然一定会出事。于是学生会乖乖照做，先将4楼的楼梯紧闭之后，再进行场地的布置以及动线的勘察。在场勘及布置期间呢，工作人员都没事，所以大家都相信呢，这个活动一定会顺利平安的。为期3天的鬼屋活动，前2天都非常的顺利，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天的尾声却出现了问题。最后一批玩的人呢，是由主办单位以及友情赞助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是边玩边撤场。最后呢，这个灵性毕业生也跟着大队一起去到了1楼的大厅。那就这样，在活动结束后没多久，林同学就忙着在厕所卸掉鬼妆，怎料呢就被朋友紧急的叫回大厅，他就赶快回去嘛。回去就他认识的女生一直发抖，脸色很苍白。几个男生呢就围着他们绕了一个圈，想增加阳气。诡异的是，其中一个女生呢明明很瘦小，目测大概不超过50公斤，但抱起来却有60-70公斤的感觉。后来这些学生连夜就去到了离学校数百公尺的2层型亲王宫。